本节目由可油可电的沃尔沃插混家族独家冠名播出。恰好去远方，错为我们来啦！们进入草原啦！哎，那不是巨绿啊，那个。原来藏野驴长这样啊，傻乎乎，可爱乎乎。养虎，我们来了！毕竟说是终身夫妻啊，如果有一边没了，另一边也会在那儿寻死。忠贞不渝的爱情，大自然真伟大。本节目由沃尔沃插混家族独家冠名，可油可电超1000公里续航。本节目由爱他美销冠主奥行业赞助播出，实证成分5天看见，99%黄金效果。风吹日晒，昼夜不休，持妆交给 DW， 持妆不假妆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邀您收看。本节目由尊美纯威士忌赞助播出，尊美纯不呛不辣不端着。本节目由薇姿绿标去屑洗发水赞助播出，薇姿全球皮肤学专家推荐去屑品牌，轻重缓急不如轻松一下。本节目由轻松一下赞助播出。每周3 12点 ，VIP 会员抢先看48小时，与野行团一起感受高原的天空吧！大屏追恰好去远方，就用电视果6爱奇艺高清电视盒子。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我们现在在卢布拉4898的海拔。然后昨天我们穿的大家也看到了是吧，都还是比较清爽的。现在大家羽绒服也穿上了，各种小棉毛呀。现在我觉得也就不到10度，几度吧。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草原了，我们要体会放牧嘛。对，体会放牧，看看野生的牦牛、野牦牛、黄羊。对，那咱们准备，那我们今天先出发吧。出发。我们齐哥还是我来吧。船长。拜拜，草原见，一会儿见。哎，骑的这车是不是一会儿咱得开暖风了，是吧？哎呦喂，估计是得开个暖风吧。行，我们出发了。恰好去远方，错为我来啦。那我们出发吧。今天要去的是鹧鸪草原，有一位野生动物摄影师在那里等我们。Go go go！ 没事，他还5000多呢啊，是不是？我们还会剩5000多。对，那不错，那还不错，5000。你们看前面，啥？黄羊吧，这是不是黄羊？这是放的羊吧？这是羊啊，这是羊群啊！看呢，黑头的，你看咱们羊都是黑头的。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太可爱了，腿软。哎，这儿航拍肯定巨好看啊！无人之巅。哎，那不是巨绿啊，那个巨绿，绿巨人，绿巨人。咱们进入草原啦！好多牦牛。我刚才看到了那个石头上面好像有只小黄鼠。哎，小黄鼠，就是他说那个小对小地鼠，小地鼠，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太可爱了。鹧鸪草原在咱们就去的是这鹧鸪。右前方的方向。上微博搜索恰好去远方，解锁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哇，你好，罗老师吗？是哦，你们好，辛苦了。没有，给你们把火都点上。哇，太好了。你好，陈辉，你好，你好，老师你好，魏然，你好，老师好，你好，张婉清。哎，对，罗老师是我们这边非常著名的探险家和摄影家，然后主要就是围绕着
环这个喜马拉雅，对然后所有的珍稀物种，然后大概有3000多种，对，差不多，然后拍了有几十万张照片，对，然后有很多的照片都是中国首次抓捕到那些植物跟动物的那些照片。谢谢各位，太棒了。走吧，我们一边聊一边那个进帐篷先喝口茶。好，那我们拿一下行李。好的，好，取一下行李。好的。走。来，请进。哦，谢谢。请进，请进。因为我现在就在这儿附近做一些调查，我一直跟着他们生活一段时间，我都是半个主人家了。请进，来来来，哇，这个太有意思了。全景天窗，全景天窗，全景天窗。哇，来这个起，里面坐。我们应该是坐侧面吧，这边吧，就坐那儿就行，就在这儿就行。对。这是酸奶，这个酸奶呢可是最新鲜的了，最原始的了。来吧，辉哥翻译，辉哥先得着。那就好酸的是吧？尝尝。哎呦，我倒着喝。哎，这好喝，这好喝，就是酸甜度刚刚好。对对对。我就不客气了，我再来点儿。对自己。哎呦，太好吃了！这酸奶也太好吃了，它也太好吃了，这绝对假不了。我跟你说，哎呦。然后这个是干肉，风干的，风干肉啊，尝一尝。这个风干肉就是牦牛杀完以后，就把它切成条，然后把它风干。哦，哎呦，好吃，好嚼，哎，这酥的，特别酥，有点像我们吃那个肉松。哦，肉松，高反，肉松。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牦牛帐篷。哎，做牦牛帐篷啊，下雨的时候，它自己收缩，你滴不进来。哦，一旦天晴，太阳一大，它为了散开这里面热气，它就打开了。啊，胀开。对。那就是说它下雨就跟你天气全自动的，这属于。对，它除了上面可以把那个放下来啊，这些地方是绝对不会漏的。其实你看这个缝隙啊，它现在就是因为外面的天气已经是回暖，对，热胀冷缩，所以就说明咱们古人的这个前辈的这个智慧是非常高的。对。黑牦牛帐篷真的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它会自然的就封闭住，然后把毛与毛之间就是纠葛在一块儿，然后你就不会有风，然后就能保暖。所以这就是游牧民族他们的一种智慧。它特别科学。其实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的。你想想，这个帐篷是多少年？那我们再喝口茶，我们就去体验一下。好的，取一下设备，然后我们过去看能不能拍点啥。我在这看这个云呐，一层一层的，真是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个多少层这个云。高海拔地区啊，看云就是近，就是很低哈。对，那远处那个山峰应该得5000多了吧？远处的山峰有5000。在平原啊，在那些地方看，你就看云就是一块，一片云，一片云。这儿就给你看这一层云跟那一层云。这个云你感觉这站到山头去就能把它抓住。对，就那感受，对对对。哎，那我们车有罗老师帮我们讲解，他们车没有耶。他们没有，哎，我们好走运，好幸福啊！哦，这儿好多。哎呦牛！这个驴也是群居的吧？是他们群居。你们可以近距离的
感受一下。它怕人不？不靠太近它没事。原来藏野驴长这样啊！对啊，傻乎乎，可爱乎乎。可爱吧？嗯。因为可以慢慢往它的靠近。好。啊，前面有好多只哦。确实很难捕啊，因为它们一直在动。开始躲了。好。哇，这个好，这个好。说藏野驴是2级保护动物，很少，而且它永远是真的，它会懂，它永远不会正面对着你。但是这次我们拍到了，而且是一只很漂亮的藏野驴，而且正面还看着我这有照片为证呢。大自然真伟大，大自然真伟大。现在这一路这个湖边啊，也看不到太多东西，就可能是藏羽狸、藏野驴多一点。哦，藏野。哇，我。节的话是比较拍什么东西会，就是哪一种动物啊或者植物会比较多呢？这个季节拍花卉、昆虫、鸟类最好的季节。拍兽类，这个季节不是特别好。兽类因为这个季节它山上有吃的，所以它不下来。对，它不下来。一般拍兽类的话，都是冬天。所以就是11月、12月开始是比较适合拍就是野生的这些野生动物的。对。但这个季节就是花啊、植物啊、蝴蝶这种昆虫啊，还有鸟啊这些东西，就特别适合在夏天拍。所以等于花鸟鱼虫是一个时候出现的，对吧？对，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我们等会儿还要去寻找那个就是李荣浩，
哦，绿绒蒿一种非常珍稀的物种。珍稀的物种。这个也只有在咱们西藏能看得到。它珍稀的程度，就是因为它的稀有。哦，稀有。对，就是其实当年大家都觉得灵芝特别少见，那现在其实这个像您说这个绿绒蒿，它更少见是吧？对啊。那它有入药的功能吗？还是只是观赏性的？它有，但是很小。哦，所以我保护它，我也在想办法让老百姓不去摘它。也得想出招来，为什么不给人家不去摘它的理由啊？对，给一个理由。对，所以我给的理由就是把它拍漂亮，做成墙上的招贴画，送给他们，还管用。是吧？他就觉得哎呀好看，我以后不去摘它，这么好看，他就不修。就山坡上那一株，到了。就是这个吗？不是，上面黄花那里面有朵兰花。哦，因为那会儿蓝的。对，那个就是绿绒蒿。我天！还行，找点小兰花，这就是最珍惜的，在这西藏仅有的即将灭绝的绿绒蒿，还有这朵花。一定要给自己拍段视频，讲解一下。哇，绿绒蒿是现在濒临绝迹吗？还是现在有多少株？这是最罕见的，最罕见的。对，也是国家级的嘛。而且它一般都长在特别陡峭的峭壁上，比较干燥的地方，干燥，海拔也高，陡峭。对，为了保护自己，是不是？还有它上面有带刺的。哦，这是它的叶子。刺，对。哦，有刺。那有那个。哦。哇，这真是不容易见的。我就拍到了藏绒蒿，我太喜欢了。首先，我对颜色极其敏感，虽然我不会画画，但这个藏绒蒿的这个颜色已经无法用正与不正来形容了，它是巧夺天工。搭配呢，它只能是单一的天然的色，不然没法搭配出来。这个蓝和这个黄，还有它这下边这个带刺儿的绿叶，而且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孤傲。有点孤独，然后呢，有点神秘的感觉。并不是瞎联系啊，你说有时候像不像摇滚乐？震撼，给人的震撼，视觉的、听觉也好，震撼，但是又很孤独，而且越来越少。这是已经开了的是吧？对，这是我们前两天发现的东西。哇，太幸运了，就是太幸运，太幸运了，能看到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能看到还能拍到，还能拍到。对，这花我已经看过可能几十遍了吧？对呀，但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是吧？就每一年出来看，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阅历、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个花，因为多刺绿绒蒿是那个就分布最广的，好多地方都能看到的。但每一次看到它都有，就是心尖尖上那种疼，那种柔软，懂的，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其实看那个花，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它在这个特别就是陡峭的一个壁上，
其他的地方都是统一的色系，大地色，但是它特别奇葩的一个蓝色，一个啪跳出来。对，而且它特别，你发现它其实有点弱不禁风的那个样子，对，但是它特坚韧，对，你看它那个，你后来拍到的，对我右手边那一朵哈，我拍到那个它就是花瓣比较小，所以它因为您说它是新生的嘛，对，所以它那个生命力感特别强，对。但是你看那个稍微成熟一些的花，它就被吹的那个整个摇曳的感觉，对，感觉有点脆弱了，但是它还是特别坚。走喽，吃饭喽！来吧，快点！哇，太丰盛了！哇，可以坐一下，感恩感恩，对，真好。那我就不客气啦。对，各位尝一下。好的。先从我面前这道看着很诱人的菜开始，酸辣鸡爪。看来都饿了。你们家的味道怎么样啊？很好，好吃，手艺不错。费心了，多费心了。不用客气，多吃一点。我们太幸运了，是啊，咱过年啊，咱天天过年，感觉一来这儿。对啊。那今天你觉得我们拍照技术怎么样？可以，都相当好，相当不错。今天咱们这一路啊，反正我看见大家都特别尽兴。哇，这个好，这个好。啊，前面有好多只哦。拿着那相机拍啊，看着各种场景。我其实可能要入坑了，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接触过专业的摄影。哦，我今天我们拿了摄影机以后，然后拍照的时候，我真正会操作了以后，我能感觉到它的专业手法运用对了以后它的不同，是吧？难怪说罗老师也好，或者他的团队也好，还有很多的特别棒的摄影师也好，他们为什么那么痴迷？而且为什么说摄影是一个坑？因为它到了一定高度，它还有一个高度要攀登。你小心摄影穷三代啊！啊，摄影穷三代。那有可能我就是第三代，没事儿，就从你这儿呗。对，截止到我这儿了。其实我们，我插一句啊，其实我们玩摄影不是玩摄影、玩车、玩摩托、玩钓鱼，都可以入很深的坑，很吓人的大坑。但是我们都可以避开。只要不要去做设备控。对，你像音乐、音响，对，有几万的，我们也能听；有几十万、几百万的，对，摄影一样。对，所以说我觉得能用一个，比如说我刚入门，我就能拍出身边朋友、家人，比如有一种享受的感觉，眼前亮感，我觉得就成功了。对。哎呦，高老，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这里。就咱们这儿的那个媒体记者也是拍到过雪豹的那个gamma。哇，跟着我们去里面喝茶，好吧？走吧。好。我这次啊，身体有点那个，一是年龄到这儿了，第二呢是我5年没进藏。所以说明天呢，得麻烦gamma老师，还包括我们上桌了，一起陪你们去。好，我就您就休息。休息。您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好。我拍了10几年的野生动物了，都还没有拍到那个雪豹。雪豹。如果你们明天看到了，我真的要撞墙了。本来应该是我也应该去的是吧？我天哪！给我们讲讲拍到那个雪豹那个故事。当时也是我在从县城然后回市里的路上，就是明天咱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有一只雪豹，
在那个山坡上面，然后我就一直在拍它，然后距离也比较近，当时，然后我也怕它就扑过来嘛。哦，是也是凶猛，肯定是。然后到那个坡底下，我还下了坡去拍了一下，然后又出来一个雪豹，就是2只，我鸡皮疙瘩了。这什么命啊？什么运气啊？天哪！难得。关键还是2只。对，罗老师，本来还想羡慕了罗老师，这是罗老师的心魔。罗老师，哎呀，算了，把书拿了，看看我的。对的，老师，我也把这个哦，雪豹的照片也是带过来了。哦，太漂亮了。这么清晰，太漂亮了吧？这么壮啊，它这个很壮感觉。尤其是我们在现场看它的时候，它的尾巴跟我们的胳膊要粗，所以它有多大呀？就至少有3米，肯定有。加上尾巴，就是这么就全长。哇，太好了！哎呀，心里痛啊！说拿着照片，这不是气我吗？我们去应该能遇到的可能性极小极小。对，因为雪豹的话，它皮呀、毛呀这些都非常厚，所以夏天的话，它经常会到比较很高的那种山有雪的地方对，生存。对，一个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它怕热；一个是它更怕的是咱们人类。它在山上有吃的有喝的，它为什么会下来？对，所以这也是一种保护的传播。对，不要去侵占别人的领地，对，这领地意识。对，领地意识。然后有研究证明，一个雪豹1年要有27头羊才养得起它。1年有27头羊来养得起1只雪豹，这是它的基础的需求。它的需求。那要2只的话，像齐哥这身材还不够一顿夜宵的呢。你就打个牙祭，还得最后还留点剔牙，还得。你们太伤害我。哦，对了，明天给大家准备的那个装备，这个是这儿吗？迷彩哦耶！迷彩服，隐蔽色可以隐蔽，像今天你这种情况，可以把它隐蔽起来。来，隐蔽起来。你自己接。婉清不行了，婉清开心死了。哪有那么容易遇到的？那行，咱们今儿就到这儿休息，然后呢，明天好呀，最好的经历，明天准备新的旅程。辛苦你一下，明天。没有，明天就麻烦你了。好的，明天见。哎呀，辛苦了，谢谢。祝福您。对，谢谢。当世界陷入沉寂，我欣然启程。路途如同舞台，有起有落，但亦能从容应对。当惊喜降临时，美妙旋律同在。人生紧急时刻，亦可小憩停留，披荆斩棘，无畏远方。别赶路，去感受路。上微博参与恰好去远方话题讨论，和嘉宾们开启音乐自驾之旅。走了，出发。现在是由我们的著名的摄影师桑朱老师带我们进山去寻找雪豹，很期待，祝我们好运。日落的明白。
清，到了，稳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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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市长。走。好。干嘛老师？辛苦了，辛苦了。哎呦，没有让你们久等了。没有，没有，没有。今天有个特别紧急的一个新闻，然后我去拍摄那个新闻了。哦。然后就耽搁了一点，真的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没有，没有。哎，时间刚刚好。新闻是吧？对对对。是爱奇艺的新闻吗？是像中央电视台的那种新闻。看一下今天能不能遇到。好的。这个雪豹或者是其他野生动物呀。好好好。出发。我端着个宝贝啊！我天。等一下我们在路上可以看一下那个岩羊的什么粪便呀，那些都我们可以发现那个雪豹的踪迹。对，我之前玩过游戏，游戏里面说，其实找这种野生动物就3个方法，一个是粪便，一个是皮毛，一个是树的那个蹭的那个地方。对对对，还有脚印。哦，那地下这些粪便是岩羊的粪便吗？啊，不是，这些大的都是那个牦牛的。啊，对，像这种的话，这个粪便就是咱们的绵羊，或者是咱们的羚羊、盘羊、兔子，都是这个粪便，圆的。对对对。之前不是有一句话吗？找到岩羊就能找到雪豹，是吧？对对对。那我们就循着岩羊粪便，是吧？对，这有很多啊。这个岩羊真是走一路拉一路呀。它是一边吃一边拉，一边吃一边拉。对，直肠子。对。这个小花，藏语来说的话叫班盖棉豆。班盖棉豆。对对对，班就是一个草坪，然后棉豆就是花嘛，班盖棉豆。对，草上的花。对，草上的花。这个小花人能吃吗？哎，哪个？这个小花。待会儿咱们上一点的话，有一个能吃的，刺上的有那个能吃的。哦，吃花，吃花别花痴。这个下面就是有那个小的人参，小果子。对，它的果子，然后老鼠就喜欢囤这个。嚼吧。然后我们的牦牛就喜欢拱那个老鼠窝。然后老鼠囤了一窝的那个小人参，就让它吃了，一口吃掉了，辛辛苦苦40年，让我想到小时候给我爸嗑瓜子，我拿囤一堆果仁给我爸，然后我爸一口就闷掉了。你也太乖了啊！他一定是孝子。那我们继续往上吗 ？OK， 出发。吉哥在那天他就一直在捡垃圾，这边真是一片净土，但净土呢更需要用你们的双手，让它保持越干净越好。看到这种有这种垃圾，我们就尽量捡一下带下去。咱慢慢走，这海拔也有点高。好。这一次算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和需要耐力的活动。就匀速往上走，对，不那么使劲，就匀速，让呼吸均匀起来。对，然后步履一样的，哎，你看这样我基本不喘。老师，你们慢点哦。这个有点陡。Paper 有点害怕 ，Paper 恐高。你们可以跟着点 Paper。没事没事没事，我慢一点。慢一点。Paper，你别往上了，你别动啊，你先别动啊。来，走。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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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我在你后边呢。我们都在你后边呢，现在。你就别往后看。对，你不往后看。啊，好，走。平着走，往斜前方 ，Paper。好，看斜前方。相机我来拿。好，谢谢你。不要一直看地，往前看一点。好，往前看一点。慢点啊。
爬山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耗费体力的、跟意志力的事儿。我这条道跟着我比较好走。有不舒服就停下来。好。这上面都是平的了，基本上。好。OK， 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好。哇，好漂亮。咱们那个雪豹，它消失的地方就是那个山头，就那个，当时是这一整片儿，全部都是雪，也就是荒无人烟的，我也怕嘛，没跟过去。那咱们就从那个地方，架一下脚架，往山上看。干嘛，大哥？我先把这个吉利服给对，分享吉利服。好，就这样披上就可以。不行，你穿的有点慢呀。哎，我都没理解这衣服。有一帽子，就对，找好。哦，这扣没解开，嗨，哎，行了，能看见我吗？哇，魏然呢？嘿，小孩玩似的。这太棒了，这个。找不到他了呢。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是吧？开机大吉。老师，现在那个山顶上有一个什么在走？这有一只兔子，这有一只兔子，这有一只兔子。赶紧抓住它，拍，骑个兔子，快拍！哪里？塔旁边那个山上有一个檐有一个在走，看到没？走过去了，跨过去。能看到吗？这个看不见了，走了，没了已经。没抓着。好野哦，那小兔。它们的颜色真的和大自然的颜色融为一体。又露出来了，还是小点儿。这，往这边。老师看出来是什么了吗？我来看一下那个是什么。您给我看一下。就是它。哦，是羊，羊都不能再羊了。哎，刚才兔子遗憾了，刚才我没反应过来。像摄影的话，就这样，一直蹲在一个地方要等一天，等好几个小时，就动也不能对。那还挺好的，挺静心的。这真的，我也觉得是。那你们吃饭呢，也是反正带着一天的干粮，或者带着对，压缩饼干啥的。对。有些人真的要在那儿，为了拍那原始森林里边的东西，要待几个月。我觉得这种多么伟大啊！他就是因为什么？源于热爱嘛。像摄影这块的话，老师你们拍的话也会上瘾，对，我已经上瘾了。哦，又出来了。什么？那只羊。匍匐了，你看又匍匐了。哇，那个有感觉了。要那样等那样拍才能拍得出来。非常想拍到，但是我拍不到的那个感觉就是挺着急的，因为我从来没摸过照相机。
真挺希望能够拍到那个盘阳近一点的。调到最大的那个距离吧，看的是模糊的，亲眼看着它在动的那种感受，但是模糊的那个影像，你知道那个心里那个急切感吗？齐哥已经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嚯呵，齐哥在那儿真看不清他，他真的融。我就想去那儿再看看，如果没有我们就下去，好吧？捕捉到了吗，老师？还没有。咱们人多，肯定。对对对，你就，要不然小兔子呀，什么鼠兔那种多的很。嗯，对。我觉得咱们动作最正宗的，咱们就是这个等待的感觉。等待这个嘛，就是耐心和你的热爱一定是就是同行的。其实从小的时候想当动物世界的摄影师，穿这个衣服，然后坐在那儿，忽然间我觉得好像我圆了梦了。哎，怎么样？啊，怎么样？美极了，美极了，还行。我站在那个山坡，看到了那边的山，山上有山。对。那咱们可能要跟两位老师告别了。哦，您要回去了吗？对，这个里面我拍了一些，那个地方我好的，回头我看到了一只鸟，离我6米远，然后我拍下了它的全过程，38秒，是一个视频，还有那个照片，这个里面也有，我手机里面也有。回头我把您的这些原素材全都给您。不是，全都删掉，全都删掉，全都给你发过去。那我们跟两位老师，咱们真得太舍不得了，真的。咱们留意，咱们哎，好的，好不好？太棒了！雪豹，我还会再来的。万青，嗯哼，哇，这一天又是爬山，又是追寻雪豹的踪迹，你用纸擦汗都不会脱妆吗？那是，我用的可是雅诗兰黛 DW， 它号称持妆大王。这是我来西藏前特地做的功课，因为它是公认的持妆，控油抗汗的能力可强了。就算是在西藏这样的日照环境下，也完全没问题，一点都不脱妆。确实啊，你这个状态跟早上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啊，而且无瑕又自然。抹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秘诀吗？我教你啊，就这样摇一摇，然后用手指取粉，平铺在脸上，推开的时候快一点，定妆都不用喷。哇，确实是无瑕又服帖，我得赶紧给我老婆备点儿。这话说的，地址给我，我给你寄一点。真的？当然了。太好了。咱们今天盯着雪豹拍了一整天，虽然说它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
50至60公里，但是还有更厉害的，什么呀？藏羚羊啊！啊，据说藏羚羊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而且耐力非常的强。来都来了，必须得拍它呀！藏羚羊在哪儿？就光咱俩，咱连藏羚羊的影子都看不见，还是得靠沃尔沃 XC60插电式混动，可油可电，续航持久，100公里加速只需要5秒。不光加速快，还没有里程焦虑呢。系好安全带，冲！哇，哥慢点哦。不用担心，沃尔沃 XC60的插电式混动的越野性能你还不熟悉吗？复杂路况也能轻松驾驭，这些都不在话下。你别说，这么多天下来，不得不说沃尔沃 XC60的各项技能真的很强，一路过关斩将根本就不怕的。而且啊，西藏的路这么颠簸，这次长途久坐腰完全都没有觉得不舒服，不愧是联合瑞典皇家医学院设计的人体工学座椅呢。好，坐稳了，藏羚羊，我们来啦！OK， 到了，我们到了，小倩。我们就去体验一下剪羊毛、打酥油。好的。那你们俩就先剪羊毛，剪一会儿，你们进来看我们那个打酥油。好。哎，你好，你好。这是的。多上了。啊。他们来看打酥油，现在呢？你要教他们怎么来提炼。好的。酥油，这是不要太深，不要太高，不要太高。这差不多这样样子，要往下压。老师，您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韵律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它有细节的区别。因为他们平时打这个，是上下是差不多是1000次，1000次。你不唱歌，你不找点那个，你一个人在这儿玩，4000级1000次。对，这衣服4600米。我的天，衣服先脱掉吧，我来试试。这样的是吧？先手这个手指。这样啊。好了。抬的时候不呀，要抬的时候的，这沉起来就是还是压的时候压到底，抬的时候不用抬高。是吧？啊。那个口号，我当时还以为他们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说法，后来我才发现不是，是他们就因为他们要换气，因为这是一个有氧运动，其实因为他要做1000次的这样反复的活塞运动，他才能把那块酥油弄出来。就这样吧，很流了，好累呀。那这个1000次以后，它大概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这个打了那个这样圈过来，然后再酥油是已经上酥油会飘起来，飘起来，分离了，就是分离，就是分离了，已经分化好了。这做了的产品是这是成品，是我们那个已经打到那个是产品，它一块一块，这是酥油这个可以拿来煎东西。它一样的煎东西，打酥油茶就跟黄油、咱们的猪油是一个意思。但是用这个炒就会有别有一番它自己的这个香味儿，是吧？没错。我问一句，你们这几十头、这300头牦牛一天能产多少斤呢？这里面鸡的牛呢，一共好像有200多头，一天能生出来是30多斤。剪刀。剪刀。然后就顺着它的，然后就准备那个，就这样。我那个昨天那个拉了羊毛嘛，拉了一点，拉开就这，哎呦，剪完它们会舒服很多，对不对？就这。因为好像说如果不剪，它身上那些杂物啊、雨水啊，它就站不起来了。来，我试一下。
样样没关系，样样。他们知道这是为他们好，所以不会害怕。就这样，这样就在上面去。好脏哦！这里面是草对吗？这里面草的，就是现在不剪的话不舒服嘛。对。现在那夏天的嘛，天气有点热了嘛。对。谭老师，你们剪的完了以后，它很漂亮，跟我觉得讲的好。你看它一坑一个坑一个坑。那个剪完了，我下雨里我马上白白晒晒。对，就是感觉剪完了以后是干干净净的那种感觉。嘿嘿。哦，没事没事。嘿嘿。就这样吧，现在这样就行了，就可以了。就是再没了，成品。就是哦，明白了。我们就去那边看看，他们在做酥油茶，对吧？他们做酥油，在做酥油，我们去看一看打酥油好吗？好的，啊，您带我们去，来。哦，他们在帐篷里啊？对，帐篷里打酥油。哎，怎么样了？对，我们这边体验过了啊，这边看看成品。哦，这是你们弄的？对啊，行，怎么样？你们做了什么？对，这个是我们做的。我们做了这个酥油，这是酥油成品，看吗？是的。都需要做什么才能把它做成这样？就一直打，把这个打成这个样子。你试试来，我给你示范一下，我给你示范一下。我跟你说有口号了啊，没有口号不成功。好，来听好啊。好。嘿呀，真的。嘿呀，嘿呀，嘿呀，1000次来。你要觉得我信吗？这是人家预定好的啊。我们去旁边喝酥油茶。好。这是盐，这是盐嘛，加点盐。这是我们专门装酥油的。哦，就放一点点就可以了。可以了，这它有个标准。哦。然后再加点茶。这是什么茶呀？这是砖茶。有点砖茶，茶叶。这个也有一个比例的哦，也有比例，喝的浓的，喝的淡的。明白。然后在这个要打，也要打。这个就不用了，嘿呀，这个不用了，这个不用了。对，这就哎呀，打几这差不多好了。对，他们也是这样。哇，一定要一边冒热气。这个酥油茶才是全世界最新鲜的酥油茶。谢谢。来吧，加西德勒，谢谢你辛苦了啊！谢谢，全靠你。哇，太香了吧这个！香。这个酥油茶回甘，而且它那个香味儿、清香味儿是你喝一会儿它会反上来的感觉。对。那其他地方的酥油茶它就比较咸香适中，它就2、3层，这个味道好像好几层味道。而且说这个酥油茶是抗高反，经常喝酥油茶是抗高反。今天我们要去体验放羊。哎呦，太期待了！放羊啊，太期待了。行。啊，我太喜欢放羊了，所有跟羊相关的我都喜欢。出去之前把羊数清楚，数着别睡着了啊！回来之后再把羊数清楚。我们如果放羊，还从别人那牵了一只羊过来，是不是还挣了一只？羊，我们来了。这是啥？它的名字叫乌朵，然后呢是我们放羊的工具。几个？弹药给你地上。这是我的弹药。揉是吧？哎，揉起来。哎，不行，鼓什么掌？你来一个。揉起来。很像，动作很好。Rock and roll， 哦。动作很好。哎，怎么回事？当然，我们放羊是往那个方向走，稍微有点偏离了，我们就拿这个赶一下。过去以后，我们先把羊数一下，
好，走，远上去。咩？别跑，一二三四，他又回去了，他跑回去了。别跑了，别跑了！哎，别跑！这太难了吧？我有一个办法，我们拍张照片，数照片。好主意，是吧？好，拍张照片，咱站一个人在中间，把它分成里边，或者分成3波，就拍自己这波，是不是？集中了，集中了。你确定你拍得下？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咱们开一个小口，出去一只算一只，出去一只算一只。那我们外面怎么控制它呀？别跑丢了，咱外面人多一点，里面人少一点，给它护着。啊，对，比如外面站3个，里面站2个，给它往外引。那从哪个口开？那边呗。极好的方法。你们在外面数着，然后一只一只往那边赶，但是那个通道一定要给它窄窄的，只能一只羊通过，免得他们一窜就全部窜出去了。然后辉哥，你拿这个，在外面他要如果跑远的话，你们就负责把它往里面拢就行了。七哥，在口数着。婉清，拿。我们从里面往外，好，就是把那个通道给它留着。好，一只。我现在想办法把他们往那儿赶，对吧？对。你往那边里面，我往这边。Okay. 哇，你们不要堆得这么密，好不好？往里，对，往里，把它往那边逼。走。根本拦不住。没有用的，他们有自己的体系。齐哥上手了。累死我了！我都想跟着一起跑了，加入他们算了。太累了，我刚才追2圈，累死我了！嘲笑我，根本拦不住。好，我们慢慢的往那儿逼了。我们站成一排，慢慢往逼。就先赶这一组。往那边。对，然后赶。婉清，你赶前面那个，从那儿赶出来。这边你推一点，这边你推一点，推一点。感谢大家，这是我的心意，谢谢。这是那么羊毛和跟牛毛一起做成。谢谢罗桑大哥，感谢各位，谢谢。这个纪念品太棒了，多谢谢，加教练。然后各位挑群里面挑一只羊。我们挑这羊做什么？做的是羚羊。慢一点，别又给他们吓跑了。这种慢慢，可以。鬼鬼祟祟的。洋洋，他几岁了？2岁到3岁。你看他连动都不动，跟你这互动。哎，他盯着你呢，漂亮，盯着你，关键是一直盯着婉清的。哎，那你看他又看着你呢。
他跟你有缘啊，我觉得。真不错，我们都认可。就选的时候，婉清说站在中间，哎，这只小羊就是看着跟他对视着，然后又走2步又回头看他，这是什么造物者的神奇啊？就你吧。要不咱先起个名字，然后再给他放了呗，行吗？行不行啊？长生、小辉、旗子，我们看叫到什么他有反应。恰恰，叫你远方怎么样？哎，好，远方，远方，哎，太巧了，我们有了一个我们的小可爱，我们的小姑娘叫远方，远方，小名叫小风，恰好去远方，我们有远方。等会儿我们要体验一下做藏餐。好，做蘑菇。把那你看，它这儿是可以张开哦，一下去的时候一合，对，哦，不断的循环，它火就大了吧？你看，看见没有？来，我试一下，它就要掌握那个节奏，哎，然后，哎，对，哎，越旺越好。嘿，好旺！可以了，火已经很旺了啊，火了，火了，火了！咱们把上锅吧，罗老师。哦，然后咱们等这可以直接咱们可以煮蘑菇了。对，直接可以煮蘑菇。对。哎呦，香！我给你加点油。火也大起来了。哦，罗老师的火。辉哥以前有尝试过在这种环境做饭吗？我都没尝试过这种环境，你说呢？其实这里面啊，就放这些东西就已经非常鲜了。焖一会儿，你再来加。来，我来。你来加点油。加点油。对。嘿，拉油。悠着点儿，悠着点儿，悠着点儿，悠着点儿。非常大，有点喘吧？有点。慢慢来。哇，已经煮上了。开锅了。我觉得要煮15分钟肯定就熟了。差不多，差不多。辛苦啊，现在。谢谢。两位老师辛苦了，谢谢。我又给你们加了2坨牛粪。这要是在咱们城市都觉得是骂人，我又给你加了2坨牛粪，但在这儿是最好的、最浪漫的事儿。哎呀，水兔。我拍到了珍贵的鼠兔入洞的视频。哦，
那你别给七哥看就行了。对，没有，刚才我在路上看那个，我看那个老鼠，啊，机灵了一下是吧？我看不了耗子，可是它很像小兔子。出锅了！哇，好香啊！哟，我这么香啊！香啊，巨香无比！哇塞！哎，还有1楼的。齐子，你看这爆炒了，大火苗子。哇！哇，帅！这一个厨师2个火锅，谁有这配置啊？4个，4个，对，还有一个油烟机。好嘞，1、2走，上菜啦！来了，大菜来了。那个上那个萝卜炖肉吧。被酥油、奶渣这些东西给包裹起来。我尝尝老师做的。先尝口甜的吧，来吧。哇，这种味道，好味道。差什么呢？味道？多了盐吧？盐多了，盐多了。哦，盐多了。那他们这就是甜口的，那就是甜口的。哦，您尝尝这个汤先。很好吃。这个好啊，这个很好。那么好，是不是今儿我又冠军了？你永远都是冠军。没。You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片。好。有装了。哎呦，这个好吃。这个。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托了咱们节目组的福，希望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到西藏的本地的文化。这一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好朋友，以及民间艺人、手艺人、匠人，一切都特别好。而遇到这么好的艺术家、摄影师，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对的，一般的游客可能达不到。对，无法那么深入。我可以说是在西藏长大的藏二代，我6岁就到拉萨了。就我父亲是摄影师，我可能基因里面就有点摄影的这个东西。然后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继承了他的事业。他们说：“哎，罗浩，你还是挺幸福的啊，在西藏工作。”我说我不是我幸福，是命运这么安排了。然后又做了我喜欢做的事儿，就拿起了相机，可能一直在拍人物、拍风景、拍这些东西，但我觉得还不够。我就去拍纪录片，拍着吧，哎，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我感兴趣，就因为所有人说西藏，蓝天白云、寺庙、喇嘛，大概就是这些东西。而我所见到的西藏，实际上是一个微观的西藏。
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而且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就让司机把钥匙给我，我一路小跑下去。这么大一个老男人，在车里足足哭了我40分钟，就所有的东西都翻江倒海的出来了，不容易。那一刻您是感受到惊喜，感受到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得到了。他们给我的一个外号叫9代长老。我说为什么9代呢？丐帮最高的了。对，就说你得多带几个袋子，否则你的钱不够我们用。因为他们花钱也很厉害。我觉得您把自己已经放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模式了。您要想的太多，我觉得这一切都会越来越艰难。就因为简单才执着，执着才会有成就，才会有那个就是您等待的那个东西的事实的出现。应该都是这样，大家就一直在为自己鼓劲儿，一直在为对是吧？其实像您说到刚才就是坚持嘛，这么多年去拍一个东西也好，去深入到一个地方，然后去探索这些未知的世界的时候，这个发现它的那一瞬间，其实那个幸运感，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大男人跑到车里面哭40分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其实您想得到的那个东西非常简单，但是就是一直没有缘分得到。而那个得到的东西也并不是想谁给予什么，而是我就想看到，我就想发现那一刻，那一刻的触动，可能是特细微的、特微观的一个东西，但是它一旦触动你的心弦，你就控制不住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做音乐的人，其实都是在细致里面去产生一些变化的。您的底色就是热爱嘛，因为热爱的底色，它才能让你一直烧着这团火而不灭。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热爱开始的。其实，首先我觉得作为创作者吧，就是我们，因为我不是专业学艺术出身的，我很幸运，我的出场就是意想不到的，是被上天拉着带到这个地方来的。那中间的无数次的想放弃，首先其实是因为女孩，我身边所有的同龄的孩子可能都已经结婚生子，那我的父母呢，他们可能就需要非常大的支持去让我做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特别的感恩的，他们知道我喜欢这件事情，知道我做这件事情会开心之后，他们就支持。但是我知道其实他们一直在扛着一些压力嘛，所以其实这些各方的外在因素也是导致我中间非常非常想放弃。可是我发现我每一次在要离开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像是被一开始安排进来一样，又被上天莫名其妙的以各种机缘巧合拉回去了。哪怕是我坚持不下去了，你相信上天一定还会给你一个路，一个台阶，你走下去吧，你继续往下走吧，它能成。给很多很多很想做些什么的人，我觉得共勉，就是我也在坚持，我也还在非常努力，我们都很幸运，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智慧和这样的开窍的这个开端，那我们就去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很难，很爽。对，好棒，痛并快乐着，是不是？对，好棒。其实就像齐哥说的，想放弃是不可能的，你放弃不掉的。那个本身就是已经注入里面的东西，那个热爱的东西。我是把每一次的经历都清空一次，接收了，然后再把曾经的那个自己跟现在清空接收到的这个新的自己再做一次新的融合，然后不断的去发现，不断的去悟。我觉得还有很多路要去走，还有很多东西要开窍去悟去那个，所以我还是要一直去探索跟发现。对。其实在我在魏然说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抓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词，就是你可以清空。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复杂、非常难的一件事。我用2个词来形容我从90年代中期开始做艺术类吧，到现在坚持了差不多28年的时间吧。其实就是2个词，就是寻找和缘分。就是寻找缘分，其实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摇滚乐，很喜欢流行音乐，很喜欢迈克尔·杰克逊，这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个偶像，音乐类偶像。所以我想追求他的步伐，其实就是一种跟随跟寻找那个路径。我就自己摸索，一点一点摸索，然后摸索到一个属于我的第一个起始点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条路是一条铺满花的路，那个花的下面都是刺，
它都是不会让你那么顺利的去往前。只要是热爱这个东西，我只要是爱着这个东西，我并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有多扎脚或者多荆棘，就一直在音乐这条路一直在做，然后过了很多年，我发现我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越来越多样化的时候，我就各种尝试，那个又是一个寻找的状态。而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每次发现到的我喜欢的音乐类型，一定是我不熟悉的，就是你又开启了一个新的一条路，再次寻找，再次碰到一个缘分。我就觉得我在这儿学藏戏也好，我们去学波央也好，我们去感受了对当地的一些歌。他们在干他们自己专业的那一项的时候，光芒万丈，就是无比的迷人。包括今天学的那个，对啊，那个调哈。我现在脑袋是，不是就是那个。所以其实我所理解的就是音乐，它只是一个形式，一个载体，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都融合在一起了。就包括我们做饭，我们各种各样的什么都可以往里加，就是融合。我们更多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想让更多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深入的进来，感受这个地方它的细节。你这样看，它就那么小一个，你把它放大无数倍，你才发现，原来它这么震撼。我觉得今天呢，我不想说太远的。我首先今天觉得我这顿饭，那个魏然说的他要清空，我这异曲同工，我觉得是减法。对，是。就包括生活也一样，事业也一样，你的作品也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就是它就三个基本的东西出来，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么好吃。所以说这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一道菜呢，反正我吧，我得到了，我觉得以后更多的包括作品来讲，我去做减法。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也不是什么坚持，那些都是咱们必须有的，而且咱们经历过来的。我觉得咱们是责任。不管是男孩、女孩、男人，您说您是一个老男人怎么样，您知道您背负的是一种责任，对，这责任也许是别人赋予的，也许是自己，但是这个责任其实能扛到最后，那要经历多少？就像咱们从进藏以后走了这条路，咱们经历了多少一样，这才是九牛之不到一毛，是不是那种感觉？所以刚才说了那么半天，罗老师，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契合的点。但是我觉得在我心中，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责任。太好了，真是有责任。所以咱们现在就自由活动了。我们今天的住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让你们全方位的感受。好，我们几个就在这儿分帐篷睡，分帐篷。好，咱们一帮老爷们住一起吧，让他一人住那儿吧。他可不敢，我出去陪牦牛睡。谁单间谁陪牛粪睡？啊，对，牛粪有的。玩吧，跑不动了。上微博参与恰好去远方观后感活动，分享你的精彩感悟。Excuse me, can I get this? ไม่ได้ไหนเขากินกันมันเผ็ดเกินไปสำหรับคุณ Try me. 醒啦，罗老师和辉哥把早餐也准备好了。起床了没有？哟，早餐怎么样的感觉？给你们来早餐，特别好。那我们先喝点东西暖暖身子，先喝一点。愿望实现了，第一个实现了。
多喝的蔬菜。哎，辉哥你也喝一点，降低。这个是缓解高反的反应的是吧？刚起来就有点喘。是我睡着睡着就喘。老师，一会儿我准备装2块当零食吃的。可以啊。这个是什么？这是糌粑。糌粑。给他们表演一下这个糌粑是如何做成的。现在这里面是那个糌粑面和酥茶，要放点酥油，再增加点酥油，这看个人的那个啊。早上好啊！快来快来快来！我们正在做糌粑，在做吃的是吗？现在是加了酥油，然后呢，我们有晚清在，我们给它加点白糖。呀，为什么晚清在才给加糖啊？那是你试一先嘛。心里苦需要甜的。然后呢，用这个手凿成血了，打转儿是吧？对，打转儿。这跟手磨咖啡是一样的，有爱，这里边有心。来尝尝。谢谢，加时的嘞。哦，还是热乎的呢。因为刚才是热茶嘛。有茶。嗯，好香啊。有。这是啥？这个是轻松一下艾草贴，就有的时候在户外难免颈椎会有些不舒服。哎，对了，罗老师，你在户外经常拍摄，难免颈椎会有些不舒服。今天正好送你一盒这个轻松一下艾草贴。谢谢，我也试一下。走吧，我们去羊卓雍措。羊卓雍措，好。羊湖，我们来喽！哎呀，这边真舒服啊！好，这2天经历了特别有意思的旅程，然后我们现在到了羊卓雍措，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特别漂亮，这种自然景观真的太棒了。这3大圣湖之一啊！哇，好漂亮啊！原来在西藏的地方有这样的美景，有另外一种别致的美感。还有这么多的海鸥统称为小鸟。对，这么多鸟儿，它们好像在这儿待一段时间，可能过一段时间就要去迁徙了。对，咱们也要迁徙了，是不是？我们其实正式算起来还有6天，就是就结束了。然后我在想，因为我们不是在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是看的这种平原呀，然后大自然的美景，哇，太舒服了啊！我的天哪，这景色，哇，好漂亮啊！天哪，世外桃源，太美好了。我以前小时候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年纪大了之后隐归山林，好像后来想想真是，能到这样的地方，那不就是人间的归途吗？然后我就有一点点忘记了城市的样子，所以我今天一路过来的时候，听着歌，看着大自然，我突然之间回想了一下，我结束之后回去到我的城市当中，我的城市生活是什么？说实话，那一瞬间稍微有一点点迷茫。虽然说我是希望来到大自然收集到能量之后，更多的自信，更多的灵感，回到我自己的城市当中去，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去面对，但是我目前想起来还是稍微有一丢丢惶恐。然后齐哥呢一直在告诉我说，做你自己，相信你自己。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在这之前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但我都听不进去。
但是每次齐哥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建立在一些我非常非常那个点特别的准确，特别准，然后他就恨不得会在后边给我一拳那种感觉，往前走没事儿。我就是经历过这个的人啊，也曾经考虑过别人是不是会喜欢或不喜欢，但是我发现那个东西没有用，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感动所有人。所以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把自己该做的做好，不要为目的。那种相信的感觉，我就觉得那句话不是水话了，就不是场面过客话，而是他正儿八经的认为你能行，你做你自己绝对没问题。是的。可能有些未知的美好将会在明天继续开始，可能我们以后在不同的领域上发光发热，但是我们还能聚在一起，或者能够回想起这一刻的美好，那一刻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在这一节啊，我的感受就是，我就想静静地感受这些所谓的野生的动物也好，野生的植物也好，包括罗老师他的加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几个对野外比较陌生的人来说，小白，罗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引路人，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知识，给我们很大的指引以及憧憬。然后也给我们讲述了特别多的深层的关于西藏的一些人文也好、地理也好、动物也好的知识，这个就是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嘛。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包括他的身体状况是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在帮着咱们一直在。反正这一路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后面的美好。咱们再回到拉萨，因为人生就是一个圈儿。当我们真正再回到曾经的起点，它又是终点的那一刻，我们有更多的可以说的话，所以我们留给那一刻再去说。对，那一刻，对，包括那个游戏，一定要玩那个游戏，不许做功课。对啊，到拉萨再说。对。恭喜你们完成第6站的旅程，现在请大家选出第7站的领队。领队，下一站领队，那我想把这个领队交给我们的辉哥。辉哥，你先说一下原因。原因是这样的，我刚到希尔顿酒店跟您是第一次见面，然后第一天搭车，本以为不知道说什么或者什么的，但是从音乐这个切入点一旦聊进去了，我们聊了一整天都不带累的，更别提你还中途去到西安到杭州演了音乐节，然后又回到这里，一天都没带休息的，所以我想把这个领队，就是因为我最累，是不是这意思？我的感觉是辉哥，为啥呢？因为跟着辉哥吃香喝辣的。对，行，那我就继续带大家吃香的喝辣的。好。然后咱们最后一站的时候就回到齐哥了。那咱正好把下站也定了，对不对？啊，对啊。然后最后的终点就在你这儿。我都行。也行团，我都也行。来，婉清记一下账，这次清清楚楚啊，来记下账。首先，咱们这次消费的很少。首先，咱们一笔叫黄蘑菇80，再减去今天的早饭，我们买单80，2675。
我听说咱们这个纳木错接下来这站有特别多的新的玩法，然后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玩的。所以说下一站咱们就纳木错了啊！好，3、2、1，恰好去远方，纳木错，不错。本节目由沃尔沃插混家族独家冠名，可油可电，超1000公里续航。非常开心的能够在路上又碰到我们的新的嘉宾嘉宾应如，欢迎员的回归，我们欢迎西蒙的加入。辉哥，我们会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来了，去到纳木错，不会再有新的经费，自力更生。恰好冰淇咖啡屋，远方开心凉粉。你好，这边凉粉特别好吃哦。好喝的咖啡，喝。你觉得味道怎么样？特别好吃。这个呢，是我设计了一款咱们的团梯。夜行团，有你就有远方。胳膊上是那个咱们家八宝松。飞哥，你觉得对你来说幻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幻觉。给你做一个你的专属视频。哇，好漂亮啊！恰好去远方。千山万水走遍，我们在远方遇见。喜马拉雅山的脸庞，在我的梦里又浮现。每周3、12点 ，VIP 会员抢先看48小时，与野行团一起感受高原的天空吧。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解锁上百种追踪方式，收获成吨的快乐源泉。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大屏追恰好去远方，就用电视果6爱奇艺高清电视盒子。上微博搜索恰好去远方，解锁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